赵老师，我坚持自己的选择。这样吗？既然你已经做出选择，那么就希望你不要后悔。就选这件法器罗盘，选择破阵、侦测、解毒3种模块。野外生存最重要的除了补给，那就是防备各种袭击与毒素。袭击不可控，但毒素这种东西能防一点是一点。虽然你已经做出了决定，但在明天早上法器送到学校之前，你依旧可以反悔。要知道，这关系到一辈子的大事。谢谢赵老师。1700学分虽然昂贵，但只要能继续探索海岛，我后面就有把握将10个甚至100个法器罗盘赚回来。享受过灵气浓度40，再回头用这些浓度7的垃圾，由奢入俭难啊！但来都来了，这可是5学分换回来的1小时修炼时间，不能浪费。本来以为今天在学校修炼室，对比海岛那边近6倍的修炼效率差距，已经让我感觉5学分花的不值了。没想到这家里的聚灵阵，才是让我一点修炼欲望都没有。由奢入俭难呐！每一位修士在当前境界，体内所能容纳的灵力总量都是有限的。提纯就是提升灵力强度。按照我目前每12个小时就能去海岛那边一趟，一边吸纳灵气，一边修炼木灵诀。返回这边世界后还需要2个小时左右消化，那么剩余的时间就能全部用来提纯灵力。如果有机会在那边一直待着，修炼的效果会更佳。只是一口气消失5、6天，万一惊动天剑司的人，我根本解释不了这段时间消失了去哪里。还是等到高考之后进入道院，可以操作的空间才能更大。那么就让这破树帮我提纯灵力，转一圈就是1成的灵力量损耗，但是相比于提纯后得到的强度提升，这反馈回来的灵力总量虽然减少了一些，但强度与操控性都得到了一定幅度的提升，威力只是稍微减弱一些。而这部分的损失，只需要在海岛那边修炼几个小时就能补回来。短时间来看似乎没什么帮助，但等到炼气9层，面临筑基期的瓶颈时，这种提纯后的灵力用来冲击瓶颈关卡，或许能起到奇效。哦，幻象的物流就是快啊！破阵、侦测、解毒3种法器模块已经预装完成，全都是针对炼气期的功能。只是后期想要提升，只能加钱购买筑基期的模块。但筑基期的模块对我现在来说太过遥远，不仅是价格的问题，就算白送筑基期模块，灵力强度也不够支撑。3种法器功能合为一体，切换只需0.1秒，完全满足我现在的应用场景。再高频的操作速度，那需要筑基期才能应付得过来。有了这东西，海岛的探索将事半功倍。江晨，我听说你花光了学分，就是为了这件东西。符老师好，这是我刚换的。好东西呀，我们当年可没这些玩意儿。江晨，如果没办法通过考前检验，之后毕业了可以考虑找我。古文协会那边最近还多出来一个助理的位置，我去说说话，应该问题不大。这是听说我花光学分，担心毕业后会被众妙之门随机分配。老福，好人呐！符老师，或许我高考真的有把握呢。有海岛上的2阶中品灵脉加持，
3个月冲不到炼气7层，我干脆找块钵钵机撞死算了。更何况现在还多了灵力提纯这个杀手锏，实战课对阵的可是同级别的修士，杀穿这届高3都轻而易举。小小高考，拿捏。江晨，不要勉强，有难处多跟老师说说。这是古文解析进阶释义，这东西很贵吧？有空多看看。古文协会那边的位置，我会尽量给你留着。我看好你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算了，收了吧。仙盟治下的9州，至少在9路市这周边范围，治安都是极好的。夜不闭户的事情都不能当做政绩宣传了。大半夜喝醉的修士到郊外标境被抓，也不是1、2回，所以可能被众庙之门分配到西周边疆打邪灵邪兽，那可是一件天塌了的大事。哥用1007学分换来的牛逼家伙，强不强？不是你疯了？学分全部花光，真的一点后路都不留，学点优良品德呀！要知道仙盟的调岗令一下来，那是花再多钱都解决不了的。你就这么自信高考能过？万一不能过呢？你连留在9路这破地方就业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哎，这破问题啊，老班都跟我们讲了100遍了。留着学分是防止众庙之门把你丢到什么鸟不拉屎的鬼地方去。仙盟的义务教育，小升初、初升中每一个阶段都会淘汰一群人，他们的学分大部分都不够选岗，也只有我们这些高中强者才拥有足够的学分选择自己的人生。你倒好，还没毕业呢，全都花光了。置之死地而后生嘛。真的只是为了高考？那还能干嘛？我还能报名参加探险队跑到西周去。确实不大可能，你不像是厌世想自杀的样子。哎，别猜了，等着3个月后我在高考场上大放光彩。别到时候让我给你收尸就行。高考实战课允许伤亡，每年都会有学生在对决中意外身亡的案例，但这些都是仙盟允许范围内的。参加高考就要承担风险，真刀真枪干架，每年挂几个，很合理吗？说起来，我知道梦月楼那边有新的女团准备出道，嘿嘿，要不要放学后跟我去一趟？哼，我可是高考预备生，那种风月之地不屑去。哎，我请客，留着下次吧。我跟老班打了申请报告，准备在家里闭关2个月。梦月楼可是9路市最顶级的娱乐场所，可以近距离观看女团小姐姐的表演。那些小姐姐可都是有修为在身，跳起仙舞那曼妙的身姿，足以让人迷醉。我操，你玩真的？哎，高3虽然可以选择休学自习，但休学期间没学分的，只有那些天才才会选择自修冲刺高考。你也是天才？我咋没发现？那是你狗眼瞎了。不跟你扯淡，浪费道位飞升的时间了。2个月后见。嗨，你小子可以啊！高考要是败了，以后咱们就做不成兄弟了，只能给我陈老板打工。兄弟，我要是成了，下次见面小陈你可得喊我前辈。你妈的，滚！探索海岛，不仅是上面可能存在的奇珍异宝，更存在着许多危险。探索课程上面可是讲得非常清楚，任何存在宝物之地，必定伴随着危险，不可能有天才地宝就这样放任而去捡，即便有，也是极小概率的事情，说不定我会死在那边。但那又如何？机缘就在面前，大不了再重生一回。还得给我老姜送过去一封信。你儿子我现在牛逼了，天赋被学校发掘，现在准备去参加学校主办的高考冲刺班，进行为期2个月的封闭冲刺。联系不上不要慌张哦。
二中学生有学校提供的灵米，可最大限度补充身体所需能量的同时，减少杂质摄入。但我自己买太贵了，这几袋垃圾米差不多了。反正在海岛那边灵气充足，区区一点杂质很快就能消磨干净。不够吃，大不了去打野。万事俱备，识海之术，给我开！还是这边，爽！哈哈哈，免费的灵气，爽爽爽！不过正事要紧，今天必须严格执行既定计划。海岛探索行动第1环，启动！出现了隐匿状态的阵法屏障，如果不是解析模块侦测到，恐怕我一头撞上去都发现不了。这东西果然给力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这座木屋灵之源全都是因为有这些阵法保护，所以才能在海岛中存留至今都没被破坏。毕竟天地灵气越是浓郁之地，越是会诞生各类先天强大的灵兽凶兽，这是地理课上的基础常识。不过这阵法没有任何反击机制，看来这里的主人并无恶意。那么破阵模块启动！这些就是阵法纹路，破阵模块果然厉害。凝聚的破阵灵光轻而易举穿透了表层防御，直指控制中枢。只可惜只是破阵的功能，如果能拥有之前在奸商街看到的那件窜书剑，此时整个防护阵法就能直接掌握在手里。破开了。这是灵气，这么浓烈的灵气，怎么可能？45、50、55、60，多少？2阶上品，真的假的？原来这里才是整座岛屿的中心。如果我没认错，这玩意儿应该是2阶聚灵阵。这东西就是阵法中枢了，跟我家那个聚灵阵虽然结构不同，但效果一样，都是凝聚灵气所用。怪不得这里养殖这么多灵芝，这么不科学的种养方式也能生机勃勃，什么鬼东西都能养活。只不过这个2阶聚灵阵很粗糙啊，白下了这么多珍贵的材料。面前这个2阶聚灵阵，客气点说法就是颇有古风，不客气的说法就是一坨垃圾，拿去专业课上肯定会被受罚导师吊起来的，能当一整年反面案例的那种。整体的布阵手法思路都极其原始，还有超过30处可以修改优化的地方。可惜了这些珍贵的基材啊！1阶、2阶还有3阶，虽然品阶不高，但这些年份一个个比我曾祖父还老，随便一眼看过去都没低于100年份的，且品种珍贵，放在9路时恐怕能让那些炼丹师们抢破头来竞拍。仙盟将法器、丹药、符篆等全都按照对应的境界划分品阶，1阶对应炼器，2阶对应筑基，以此类推。年份越老的灵芝，炼出来的丹药效果越强。这些玩意儿就是近在咫尺的破天富贵呀！不过，
这些珍稀灵植要是全都收割了带回去，无论是出手变卖还是留下来自用，我都无法解释这批灵植的来历，很容易引起旁人注目。万一引来天剑司……天剑司是仙盟的执法机构，也是统治九州界的基石。我曾见过天剑司的修士出手，一名从西州走私违法物品的修士，躲过边境巡守，最终潜入九路市。之后天剑司从天而降，瞬息间就把这名筑基期的走私修士废掉修为。如果不是要留着他审问，或许当场就会被斩杀。我要是带着这一大批灵芝回去，出手变卖必定会暴露异常。就算养在家中，逸散出来的灵气都可能引起关注。鬼知道众妙之门有没有监视的功能。幸好这里网络没有覆盖，否则恐怕也存在暴露的风险。唉，哪怕泼天富贵就在面前，道爷我也能清醒自制。这份自制力，岂是几根破草能动摇的？身处九路市，高中学生的身份，这些种种因素叠加起来，贸然取出这么大一份宝藏，绝对是有害无益。就算要取，也只能分多批次，点点消化。等到高考之后，进入道院才无惧风险。虽然道理我都懂，但触手可及的财富只能看不能碰，心痛得无法呼吸啊！我一定要筑基入道院，谁他妈都别想拦我！屋为居所，筑于大地，遮蔽天日，可挡风雨。这是人类的本能天性，哪怕踏足仙道成为修士也不例外。想要搞清楚这座灵芝园、这座海岛，甚至这方天地的来历，在木屋里面一定有重要的信息。根据解析灵光的反馈，这座木屋里面没有任何陷阱遗留。看来木屋，或者说这座岛屿的主人，并非是将这里当成诱饵，坑杀入侵者。床只是普通玉石，不含灵气。桌子用的是玄香木，有静心凝神的效果，也不算如何珍贵。而这份玉简，这是修士惯用的手段，以符篆为载体，将信息刻录在玉简或者其他物品上面，神识触碰即可阅读，无需通晓文字，简化了信息的复杂程度。但需要神识，也就是筑基才能阅读。炼级修士把眼睛瞪得掉出来都察觉不到任何讯息。哼，神识而已，我也有。给我显形！吾乃碧海宗弟子李朝云，功法所限，筑基100年不见金丹。如今大限将至，只能冒死一搏，取金丹之法。